小点亮。美国就是个乡村，最近有大批美国人啊到中国来旅游，他才发现了上了美国媒体的当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一期视频我将继续分享中国社会上的事情。好的，请继续看刚才这个大爷的影片。小点亮。美国就是个乡村，最近有大批美国人啊到中国来旅游，他才发现了上了美国媒体的当了。人说呢，美国的地铁啊，跟咱的毛房差不多。美国的毛房是收费，知道吧？一次1毛1英镑1美元，咱一收费呢，那上毛房的都在外边尿开了。一看中国的铁路干净整齐庞大，还里边还弄些超市，是吧？这个才是到了现代化国家了。这个山东大爷的现有认知估计都是从微信视频号刷到的，这辈子没有出过济南，但是却比谁都要了解美国的真实情况，属于咱们优质媒体教育的优质产品，基本盘中的不锈钢盘。不过美国厕所收费这个倒是真的，而其他的内容依旧是银学在作祟。我看到视频底下有个坦桑尼亚的网友特别的经典，无知有时是一种保护，看不见锁链的人可以把锁链当作空气，于是事业静好，而清醒的人既无法自吸也无法突围，他知道自己被困，却暂时没有钥匙。夜深人静时，只有世界寂静，只有现实在耳边呼吸。看下一则关于中国工会的影片。人家别人整个工会，那他也整个工会；人家别人把整个红十字会啊，他也整个红十字会；人家整个公民裁决团，那他也整个陪审团；人家整个招投标，那他也整个招投标。但是除了名字一样以外，那其他的他啥都不一样。那你说就是坊，咱也得做个 A 坊啊，咱也得做个高坊吧，对不对？工会本质上是劳动者的集体代言人，它的核心力量不来自某个领袖，而来自团结。当个员工不敢说的话，不敢争取的权益，通过集体发声，就能拥有改变规则的力量。而中国的工会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工会组织体系，但其实很多人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因为其本身运作模式和西方那种常常通过激烈对抗罢工来争取权益的工会完全不同。但凡中国的工人敢罢工，工会就会帮打工人。我只是讨厌这个鱼塘里边的王八而已，王八羔子就急了，上纲上线，非要说我不喜欢这个鱼塘。这个先生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正常的批评中国社会的现象，但是总有护犊子的基本盘跑出来乱骂人，往往他们自己被卖了都不知道，还在那里傻呵呵的帮别人数钱。现阶段的时代红利是什么？普通人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生存，换取他们从古至今都从未有过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任何地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所以还是红利，是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日复一日的换取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只要你的欲望低一点啊，现在就是最舒服的一个时代。影片里的小哥说的就是，只要你有钱，在中国的确是可以非常舒服的躺平。因为目前的中国虽然经济萎靡不振，但依旧拥有最强的工业生产，各种廉价的生活用品和丰富的食材应有尽有，当然质量可就难说了。那些老人总说你知道点好吧，你看看那些非洲、中东有多乱，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还打仗了。不过前提就是你不能去碰分割了3件套，结婚、买房、生娃，否则按目前的就业环境，你就永远是那个被割掉的韭菜。我奉劝所有媒体啊，你们少发那种什么老美啊、小日本啊这种，其实这些东西他们跟我们无关，你也不用给我们看他们走下坡路，什么美军吃不起饭啊，日本又地震又造反，跟我们无关。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幸不幸福，社会福利保障够不够齐全。你试图用这种逻辑来让我们去感受到幸福，这是一种流氓行为。一个人的不幸去通过别人的更不幸
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幸福的。你觉得这种逻辑值得倡导吗？这种价值观正确吗？我都不想去证实你新闻的真实性，我都不管。你能不能多报道我们自己的民生福利问题，我们自己中国老百姓过得幸不幸福？你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做生意，我生意不好，我看到隔壁几家跟我做同样生意的生意更差，我就幸福了。这样的价值观正确吗？这样的价值观是你从小受的教育，是值得倡导的？这简直你混蛋逻辑！这种言论在最近1-2年才开始出现，也是因为经济下行了，大家开始缩衣节食，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家庭或者个人身上。以往中国官媒通过描述所谓的中国人惨状，来作为辛苦劳累中国人的精神麻痹药剂和心灵鸡汤，用来继续鼓舞国人同胞，我们的生活比他们要好上100倍、1000倍。而现在这个方式越来越不奏效了，只会让更多的人唾弃且厌恶，因为自己过得那么累、那么辛苦，官媒总是想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生活成本多么的高，斩杀线和威力又是这么强那么广。清醒的人首先想的是，这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吃不饱，住不起房子，交不起水电费，又不会影响到自己，对吧？你以为的理所当然，其实是世界顶配。近日，一博主发帖称，中国能让14亿人每天都正常吃上饭、用上电、喝上水、连上网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超过了全球95%以上的国家。我们早已习惯早上一开水龙头就有水，手机点单外卖速达，深夜回家路灯始终亮着，高铁2个小时就能跨省。但我们很少去想，14亿人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192万吨菜，还有约16亿吨水。为了让你每天有水喝，中国建了全世界最多的水库，南水北调，让北方上亿人不再为水发愁。为了保供电，电网翻山越岭，全世界只有中国做到了村村通电。为了让你的手机信号满格，我们在戈壁荒漠、在深山孤岛建起了几百万座基站。这份安稳从不是天上掉的，是一项工程一项工程拼出来的，是一辈一辈人扛起来。这个世界从不太平，我们能安稳生活，是因为一直被默默守护。官方本来想整点活，结果看到评论区天都塌掉了。有一条评论说，我是没交钱吗？搞得我跟白嫖一样，哪里都要花钱，为什么要说是顶配呢？还有个网友说，如果我不交电费、不交话费、还不交水费，请问我还能活多久呢？不挣钱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树本来就是土长土生的，生产资源本来也都是共有的，永远都不会成为私人的。劳动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自己的成果，和那些坐享其成者没有任何的关系。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对，谁他妈跟你同仇啊？咱俩本身就有仇啊。对，老子没出生，你们就开始欺负老子，这叫世仇啊。对，土匪进村了，你跟我说同仇敌忾，土匪走了。你丫们就是土匪！土匪！哎呦我的妈！这个大哥后面说的话我不敢苟同，不过他想表达的就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宏大趋势的那帮人，喜欢站在更高层的角度，并且喜欢以身入局，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利益集团的重要代表似的，但往往自己被卖了，还在帮别人数钱，因此才有人说，没有共同利益就没有共同敌人。或者你就是我的敌人。都来看看吧，水平仪都用上了。必须把老美的脖子卡得死死的，他大灯壳子，这就是大国工匠精神。我有个问题，如果我喝了一口水，找不到原来的位置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急得很。其实关键根本就不是你喝不喝那个水，而是你根本普通人喝不到那个水。这种形式对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可以说是零作用，甚至是副作用。形式主义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国封建奴隶制社会不断的发展，并且沿用至今。
哪怕如今科技和社会制度如此先进发达，形式主义仍然没有消除，在学校、在公司、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用来服务那些特权积极人物。这期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